虽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但对于我们来到这里，会不会是件好事？会不会有办法让我们离开后也可以像现在这样？为什么这么问？你……没什么，你继续说。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相比别人，你只能拥有一半，甚至是一半不到的时间，会不会太不公平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希儿。定位完成了，米斯特林很快就会把桥梁转接过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次的通道恐怕不能维持很长时间，你们一定要尽快通过。了解。果然又来了。注意，不要让那些怪物靠近桥梁的连接点。以现状而言，米斯特林的身体承受不住他们的攻击。我还听得见呢，17号。没关系，两位帮我争取几分钟的缓冲就好。只要把握好时机，你们很轻松就能过来。哼，那还不是小意思。你说爆了！太虚之握，不行，这个数量我们没法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对了，希儿，你这是做什么？那些沙士不是会被黑雾定住吗？但定住他们多少也需要一个过程。反正也带不走，倒不如物尽其用，让他们也来帮忙争取时间。哼，我倒是无所谓，但你又要打架又要操控他们，顾得过来吗？你担心自己就够了。你说爆了！我将扭转万象！喂喂，铺路的人还没好吗？这已经过去几分钟了。还需要1分钟左右，你们做好准备。哟，那还行啊。你说爆了！石之律者，等下你带着石头博士走前面，我让沙士替我们断后。哈？我好歹也算半个贤者，这桥不就是给你搭的？而且我总觉得那些怪物就喜欢追在你屁股后面，要是没人出手把他们隔开，你怎么上桥？行行行，这也不是谦让的时候了。注意，空间桥即将架设完成。倒计时，3、2、1，趁现在。能看见对面了，希儿。废话少说，快走。好，一切顺利，该你了，希尔。希尔，赶紧过来。
希儿，还好赶上了。希儿，你怎么？米斯特林的通道虽然不能维持太久，但他还是可以帮我们分出一条安全绳作为保险。怎么，你就这么信不过我？这下可好，过去之后，我还真不能揍那个女人一顿了。可是，我的确想确保事情万无一失，确保你们都能安全回来呀。就算这样，那也太危险了吧？就这么一头往量子之海里跳，你还想再沉下去不成？这次说不定连我也没法陪着你了。可是在这点上，你刚才的行动也是一样的呀，希儿。我们彼此。真是的，你这个傻瓜。刚才真是吓我一跳，一转头人差点就没了。乖乖让我断后不就没事了吗？你这家伙就爱瞎逞强。哼，那墙又不是我弄断的，换作是你，也还是一样要被希尔捞上来。所以，刚才又是缩？应该是吧，至少体感上差不多呢。行吧，照这样下去，你恐怕要变成对缩检测器了。明知道搭建桥梁已经很困难，还分出额外的建材，不得不说，你的挑战精神还是那么令人敬佩。结果好不就万事大吉吗？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平安无事，严雪圣城也暂时安全。但刚才的事情也足以让我们确信，缩随时会介入眼下的事态。我想，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分析现状，并着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缩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很少直接出手，仅有的2次都是为了截断我们搭建的通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现状最有发言权的人是米斯特林，对吗？看来绮罗小姐对我的评价稍稍改观了呢。我只是就事论事。怎么样，你目前有什么头绪吗？与其说是头绪，倒不如说是感想。缩，他第一次出手时，不仅截断了我的道路，还抹消了当时正身处道路之上的 Vita。这让我意识到，也许缩不希望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出手方式。为了不让 Vita 的牺牲白费，在第2次搭建道路时，我特意留了点心眼。我想抓住缩出手的瞬间，把他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那一面暴露出来。说了这么多，你究竟做到了啥？在道路第2次被毁的瞬间，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缩对我们进行的干预，只是纯粹的能量操纵，除了来源不明，并无其他神秘之处。是直接和能量相关的全能吗？我明白了，
岩雪圣城刚刚遭遇的停电断网，大概也是这种攻击的一部分。这不应该算次生事故吗？我之前也这样想，毕竟你很难想象梭愿意专门进行这样的微观操作。但仔细想来，我似乎忽略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啊？这能有啥本质？在我和米斯特林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圣城里并不存在电力，更不存在网络，这也理所当然，毕竟这里的科技水平相当原始。现在的电力系统都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效益最大化，这个系统所采用的发电与储能技术与其他世界并不相同。我借助了一种只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名为铭刻之语的古代力量，来压缩发电机、输变电线路以及电池的成本。如今看来，这多半也牵扯到了世界的基本法则。等等，你的意思是，当前的停电事故，实际上就像凋零之心的星焰萃取一样？难道说，当梭试图以某种形式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铭刻之语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一样，最早与这种干涉产生了反应，进而引发了停电事故？不过，这样说来，只要我们调查发生在铭刻之语上的异动，就有可能找到梭入侵世界的痕迹。考虑到凋零之心的实际历史，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我们的确有可能借此发现梭的真身，却也可能像查特博士他们一样一无所获，是吧，绮罗小姐？的确，但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更应该行动起来了，不是吗？闲话少说，我们这就去调查电力系统，如何？当然，没有问题。果然是这样。有什么发现吗？与其说发现了什么，不如说，我可能即将发现什么。稍安勿躁，先等我做个实验。看来，调查结果不会马上出来，要不要和其他人先交流一下呢？普罗米修斯看起来很忙的样子。说起来啊，石头博士，你究竟算待在这个世界里，还是世界外？你问了一个好问题，希尔。正如你们所见，这段时间我始终以一块月岩为载体，和你们共同行动。而我的本体，或者准确地说，我作为一团会思考的能量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远在此地之外。打个比方，如果说我是正在远程与你们连线的拆弹专家，你们就相当于是手握剪刀的作业员。为了这两个属于外向的世界，你们接下来却需要把生命当成筹码来行动。这也没办法吧？还是说你留了什么后路？这么说来，在理论上，大家的确还有一条后路。什么意思？如果梭真是一个比肩中焉之简的存在，那么不仅当前的我们，乃至整个本征世界，都应该做好长线作战的打算。无谓的牺牲没有意义。假如事态真的无法阻止，我们至少应该保留下抵抗的火种，就像曾经的维塔那样。我明白，虽然身为继任的高塔贤者，我还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两个世界。但从做最坏打算的角度上，我同意博士的看法。只是米斯特林已经很难再构建新的通道，梭似乎也熟练掌握了阻止我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后路又是什么呢？事实与绮罗，虽然如我刚才所说，只是在理论上。
其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之前离开糖果屋时，为了以防万一，我偷偷带上了休格斯一族的秘宝——外之剑砂糖银药。实话说，正是凭借它的帮助，我才能在被扔出世界炮之后，还能原路返回。外之剑，你可以把它当成类似于神之剑的另一种武器，能力与空之律者的全能类似，所以它也可以对空间进行一些操作，比如打包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或是寻找它与外界相连的其他路径，只是实现不了太大的规模。不过，外之剑也拥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比方说能操作那些无法与圣痕空间建立联系的维度。无论如何，既然开辟道路的责任有可能落在我身上，那身为偶像，我当然要尽力做到最好，不让自己的粉丝失望。绮罗前辈，那就拜托你了。有机会的话，就期待我的表现吧。奇怪了，难道还真会有这种事？我可是意识的律者呀，总不能次次都在这方面。发生什么了吗？这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吗？越来越混蛋了呀！怎么回事？你这家伙看着怎么又开始栩栩如生了？不会用就别乱用。虽然可能看不出来，不过现在身体其实不在我这边了。啥意思啊？虽然已经回到了圣城，但我们暂时还不能像过去那样同时存在于一个身体里，而是只能轮换。虽然很奇怪，但每次这样做之后，我们都能消除淡化的影响，所以倒也不完全是坏事。行吧，我是越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了。如果福华也在这边，说不定……别，打住！我可不喜欢那种老古董的身体，谁知道他下雨天会不会腿疼呢？再说了，我可是个律者，情况当然和你们不一样。不过，竟然还真有这种事啊！你俩总不能都是和那个米斯特林一样的圣痕人吧？究竟要怎么做到交替脱离身体，独自行动？怎么，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特色了？你才没特色呢！谁哪天上街还撞不见10个8个多重人格？不过，如果我刚才那个思路不对，你们现在该不会都是实体吧？你敢？哟，还挺护食啊！得，你们就在这儿腻歪着吧。反正我想知道的事情已经知道了，至于剩下的细节，我也没啥兴趣。普罗米修斯塔已经成功了吗？差不多了。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会不会起效？你好，岩雪圣城的公民，本机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这是……你刚才输入了什么？难道这种停电不是硬件故障？是一个二位并不陌生的东西。当然，你们应该没办法把它的源代码默写出来。我向那台机甲植入了一个与虚数重整化群有关的处理模块。
尝试屏蔽外力对他的干扰。结果我成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虚数重整化群，所谓的崩坏意志吗？没错，而刚刚的成功也证实了你之前提出的一个假说。不过，先不论规则如何，光是制造足以毁灭世界的炸弹，亦或是制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炮，也需要莫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量级，甚至可以轻易超越大部分经历羽化的律者个体所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而要在复数的世界炮中完成这种壮举，能做出这种神迹般事情的存在，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中烟之剑，对吗？当时，这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类比归类比，从常理来说，身为量子之海艺术的梭，与中烟之剑应当毫无关联才对。但刚刚的实验却说明，梭，或者说梭某些全能的运行逻辑，竟然和中烟之剑完全一致。毕竟我就是在用应对中烟之剑的做法来应对它，这一点就很值得玩味了。所以，你用烛火之蛾限制中烟之茧的那些代码，破解了梭对这个世界的干预。这远远谈不上破解，我所做到的多半也只能临时制止这一场停电。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真正值得玩味的是，梭所拥有的全能和中烟之茧的全能，竟然采用了同一套底层逻辑。或许梭一直在模仿中烟之茧，或许这真的只是纯粹的巧合。但无论如何，它都足以让我们制定出一些针对性的方案，就像刚才那样。喂，等等，大道理你分析了那么多，我们之前会变淡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暂时还没有头绪。稍安勿躁，时之律者。既然知道了梭的基本性质与中烟之茧极为相似，我们就可以对它融合世界的行为进行针对性的观测和调查。接下来，对，去严选圣城的边界吧。在融合已经发生的接壤区域，一定还会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发现。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让我想想，以目前的情况而言，似乎不能。考虑到调查的性质，有薛定谔博士和我一起去，应该就够了。其他人可以先留在圣城，安抚这里的居民，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维持秩序的确是很重要的工作，不过，关于梭调查任务，也算上我如何？且不说我姑且算是你的半个监护人，就现状来说，你们也需要一个保镖才好啊。监护人？你是指被监护的人吗？哎呀，这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吗？我对你们的私人关系毫无兴趣，但米斯特林小姐，我记得你今天已经被梭重伤过2次了吧？在这种状况下，你也认为自己足以胜任保镖的职责吗？哦，那绮罗小姐有何高见？虽然目的地不同，但我也想去边境测试一下外之剑，所以保镖的职责我也能够兼任。这样也好。对了，你能来一下吗，时之律者？有件事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得，又开始模仿梅博士的口气了，你想干嘛呀？放心，不是要你也来当我们的保镖。既然大家对梭的性质有了初步的判断，或许有一件事就只有你才能完成。绅士们说，
圣城的秩序仍在他们掌控之下，结果只有我们暂时帮不上什么忙呢。无所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本来就和我们没关系。唉，我倒是乐得清闲。可是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一定和这里有关吧？虽然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你认真的？我也是刚刚发现，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我们的确拥有2个人的力量了。倒也没有说以前就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也不知道这鬼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不考虑需要定时回到身体里充能，我们的确暂时成为了不同的个体。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虽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但对于我们来到这里，会不会是件好事？会不会有办法让我们离开后也可以像现在这样？为什么这么问？你没什么，你继续说。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相比别人，你只能拥有一半，甚至是一半不到的时间，会不会太不公平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希尔。虽然的确是这样，但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也想作为独立的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呢？你觉得那样会更好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你总是为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算出现类似的机会，你可能也会因为放心不下我而故意放弃。但如果你真的也想变得更独立、更完整，我的确希望你能多为自己考虑。而且，我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呀。没那种事。再说了，谁知道真正分开之后，我们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万一是有个人非得消失不可，那些欺负小孩子的童话书不就喜欢这种桥段吗？可，就算是那样，不，一定不会的。你说的对，现在考虑以后的事，确实还太早了一点。这就对了，这样就好。对了，可以让我先回去一会儿吗？你感觉到不对劲了吗？还没有啦，只是忘记了一点事。反正也不麻烦，来吧。所以你忘记了是？就是这个。这需要特意换回来吗？刚才不是就……我也是刚刚才想到的，因为这样握着的才是你的手呀。就算之后我们会变成2个人，那也没什么不好。